换神龙的条件只需要一枚戒指和一块石头，这枚戒指本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而眼前这块石头却是尘封已久的龙星。当男人的戒指与之相遇，命运的齿轮开始新的转动。这个穿着破旧如同乞丐的男人叫拉塞尔。雷蒙德，而他所在的雷蒙德是帝国的创始家族。士兵看着我身上穿的衣服，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当我进城时，士兵还回头观望着，这让他非常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一个开国功臣落到如此地步，并猜测到我应该是来魔法塔当雇佣兵的，这让他们觉得十分可笑。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如一个农民，闻此我也是非常不悦，但又无可奈何。该死的！片刻之后，我便出现在首都卡米洛特，这里耸立着无数高塔。紧接着我来到魔法塔楼下，看着眼前直冲云霄的高塔，所有王国的守护者都在这里。我曾经也在努力地试图进入那里，但一切都是不随人意。为了防止家族的覆灭，父亲在反抗帝国的战争中去世，我们不得不逃离城堡。母亲也在当时与我分开。为了夺回家族的领土，我必须进入魔法塔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我在申请魔法塔之前就被学院开除了，就因为我的成绩有3个达不到学院的要求。这在整个学院的历史上是第一次。我已经快到9岁了，还达不到2环法师，并且学院也是知道我的身体情况，法力静脉变窄，因为我天生血管细而脆弱，我不能吸收超过一定数量的法力，并且也不能释放多少法力出来，这是法师能受到的最大惩罚，相当于是封锁了我的魔法道路。于是在我雇佣兵的职业生涯中，我想尽一切办法到达了2环，但我仍然是一个3流的法师。就在我在排队等着登记的时候，总管表示今天的临时工作登记已经完成。虽然底下的人不停抱怨，可这样又能做什么？人倒霉起来连喝水都塞牙缝。与此同时，2人正讨论着博物馆在招临时法师，可只是需要找一批人来扫地，也许别人会觉得让自己难堪。我随即看着远方的落日，晚霞是多么的美好，但我现在还有的选择吗？随后我掏了掏口袋，拿出钱包，看着所剩不多的金币，也许下次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画面一转，我便出现在博物馆卢浮宫，这里是帝国最大的博物馆，并且只允许贵族来参观，而我却表现得有些许尴尬，因为我曾经也来过。紧接着总管正给我们讲述着注意事项，如果因为个人的错误而损坏了任何东西，估计后半辈子只能吃牢饭。但我却认为他表演过头了，因为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假的。当我路过一个房门时，却让我停下了脚步，随即抬头看去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眼熟，奇幻物种是，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口袋传来动静，发出强烈的震动，这让我非常疑惑，难道是有什么虫子吗？当我伸手拿出，竟然是一枚戒指发出，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戒指。看着眼前的房间，我的身体感觉不受自己控制了一般，自动将房间大门打开，径直朝里面走去。片刻之后，我来到一具龙的骸骨面前，当我靠近时反应就越强烈，难道他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？随后我缓缓闭上双眼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曾带我到这里游玩，那时候是我人生最开心的时光。在母亲的引导下，我来到了这里，墙的后面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找到你了。紧接着我便来到墙的后面，一块石头映入眼帘，这竟然是一块古龙之心。看着手中的戒指，一个龙的心脏和一枚看起来像龙眼的戒指，难道它们有什么关联吗？这让我非常疑惑，他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当我将戒指戴在手上，它却停止了震动，但龙骨与龙心没有任何反应，四周异常的安静，这让我顿时愣住。我随即长叹一口气，我想我现在是在胡思乱想，难道我还在期待有什么能改变命运吗？真的是愚蠢。就在这时，戒指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魔力，一刹那我便出现在一个异世空间，一只巨大的翅膀出现在我面前，竟然是一条黄金巨龙，它的眼神仿佛可以蔑视一切，并且声音非常洪亮，你足以成为一个新神话的基石，看在神话的份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期待已久的命运以及转动世界的齿轮已经破裂，而现在它将再次转动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将我慢慢吵醒，它听起来很生气，但这个声音非常熟悉。一本书砸在我脑袋上将我唤醒，而我的本能反应让我快速起身。我知道你的成绩很好，但是在我的课上睡觉，你真有勇气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疑惑。难道是一个梦吗？竟然是休伯特教授，但我记得他明明已经不在了。还有这些人，怎么都是小时候的样子？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？随后我看向我的身体，让我感到不可思议，我真的回到过去了吗？紧接着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休伯特教授，他察觉到我今天与以往的不同，但还是要接受惩罚，便被赶出去罚站。回想起过去的自己，这就是时间旅行吗？但这种能力已经是超越魔法的存在了。还有巨龙说的话，这就是他说的另一个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戒指也消失了，难道是母亲在帮我吗？就在这时，教室门突然打开，教授表示打瞌睡不像是我的做法，而我只能诚恳地向老师认错，并示意我中午到他的办公室谈谈。虽然受到处罚，但我却没有丝毫生气，甚至还感觉到一丝温馨。没想到还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拳头从我后面袭来，该死的！画面一转，3个大高个一脸邪笑站在我面前，紧接着胖子便对我动手，但被小黄毛拦了下来。他是怕被老师发现了，原来小黄毛要求我帮他记笔记，但没想到我却被罚站了，这让他很是生气，并表示让我跟他去洗手间。这3个欺软怕硬的家伙跟记忆中的一样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对话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任务：逃避欺凌，给欺负你的3个同学一个教训。
奖励1颗魔法晶石，这让我非常好奇，紧接着便伸手触摸，但却是直接穿过我的手掌，难道是幻觉吗？紧接着一道声音打断了我，小黄毛表示我们在学院，你知道跑是没有用的对吧？但如果你害怕，那就去尝试吧。见此我也是爽快的答应了。此刻已经顾不上这个任务，因为我只想给他们一个教训。在过了几年的雇佣兵生活后，与沙溢相比，这根本不算什么，倒是让我觉得这些家伙都很可爱。小黄毛已经在这里等候，我到来他便嘲讽，但是我也毫不吝啬的回怼道：笔记我做了，你这该死的臭虫！这让几人非常疑惑，难道这小子是疯了吗？说着胖子便对我出手，而我则是一个侧身躲过。与此同时，我凑到他耳边说道：你个垃圾！随后对着他的肚子来了一记吸顶，这让胖子隔夜饭都吐了出来。瘦子见此也是顿时愣住，紧接着便向我袭来，下一秒一个沙包大的拳头重重落在他脸上，飞出了2米半开外，这让小黄毛都不忍赞叹，并嘲讽道：我只配学这些三脚猫的功夫，正如一个堕落的家庭所期望的那样。虽然在学院里禁止使用魔法打架，但他们这些家伙却有存储法力的兵器。随后便向我快速袭来，见此我也是纹丝不动，静静等待着他的到来，而我只是用一只手便将其摁住，这让他顿时感到不可思议，手居然在颤抖。随后我稍稍用力一摆，便传来骨骼碎裂的声音，小黄毛只能痛苦的哀嚎，疼痛感让他直接跪下，并且不断求饶。如果你的对手很强大就贴着脸上去，但如果他们很弱小你就欺负他们，你这个只会欺软怕硬的家伙，也配提我家族的名字。看到我如此强势，让小黄毛感到非常害怕，紧接着我再次握紧拳头，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砸去。3个人的哀嚎声响彻了洗手间。片刻之后，从现在开始好好表现，如果你们想死的话就尽管来吧。随后我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当我走到一个无人的走廊就直接瘫倒在地。我会不会下手太重了？此刻我只感觉浑身疲惫，只想找一个地方睡一觉。就在这时，对话框再次出现，任务完成，奖励低级魔法石，随即从中掉落一颗晶核。看着眼前的石头让我非常好奇，紧接着对话框提示消耗品，难道他的意思是让我把石头吃掉吗？而此刻我还在犹豫着，毕竟就连野人也不会吃石头这种东西，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。随后我就把石头往嘴里塞，没想到吃起来嘎嘣脆，有鸡肉的味道。与此同时，一股魔力快速在我周围凝聚，下一秒便从我的体内爆发出来，随即向我的心脏快速汇集，而我只感觉心头上有一股炙热感，并且我能明显感受到法力的流动。不到片刻，魔力都被魔法灵环吸收了，并且这股能量非常狂暴。不过幸运的是它正在稳定下来。我不可思议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如果是用这种方法，我一定能克服法力静脉狭窄的问题，家庭的衰败，被学院开除，成为一个3流的雇佣兵法师，这些都是我未来的命运。然而现在我可以将其彻底改变。画面一转，我便出现在办公室。此刻休伯特教授已经在此等候，随后他和蔼地叫我坐下，并表示你与以往的不一样，你有什么困难吗？因为他听说到我遭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。休伯特教授还是和以前的一样，在我之前的生活中，他是一个直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放弃我，从始至终我都非常感激他，还有一直没有机会对他说一声感谢。我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。紧接着我表示老师没必要担心，非常感谢老师对我的照顾。闻此他也是顿时一惊，作为一名教授，很明显我应该照顾好我的学生，但注意到你在课堂上打瞌睡，所以需要受到惩罚。随后他把书本打开，要求我在一定时间完成62页到74页的内容，写一份分析报告。这是一个即使是高年级学生也难以理解的部分。与此同时，对话框提示完成休伯特教授的作业，根据完成程度和休伯特教授的满意程度给予额外的奖励。这让我也没想到连作业都是任务。见此，老师表示是不是被难住了，但我只是笑了笑，便愉快地接受了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我的作业已经完成。这个作业对我来说不难，在我之前的生活中，由于我的魔法能力很差，所以我非常努力学习理论来弥补它。即使在我当雇佣兵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停止学习。但这一次还有一件事和学习一样重要，那就是法力静脉训练。法力脉是法力循环的路径，通过呼吸吸收的法力，血液在血脉中循环并在心脏聚集，因此会释放出逆转魔法。换句话说，法力静脉越强，收集的法力就越多，释放的速度也就越快。但是我的法力静脉太细太弱，就连老天也同情我不幸的命运。当我掉落在一个山洞内，发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历史遗迹，里面藏着2本魔法书，里面记载了魔法与身体的关系，训练身体和拓宽法力静脉。魔法师的身体不单单只能是通过静脉运输法力，身体的肌肉组织同样也可以代替一部分法力静脉。换句话说，法师的身体越强壮，法力静脉越坚固。但很遗憾，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属于成年时期，变化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大。可现在我正处于成长阶段，我想会看到更大的结果。这次我将克服静脉狭窄的限制，所以我必须坚持锻炼下去。画面一转，此刻太阳已经快要下山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就在这时，任务再次来临，奔跑5公里，奖励因静脉而导致的体质改善速度会有一定的提高。之前一直很安静，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个，随后便消失不见了。坑人的任务，但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。15分钟后，我的双腿都在颤抖，
可任务才完成一半，我必须坚持下去，我需要再快一点，再坚持一会就可以完成了。当任务完成，我便直接躺在地上。现在我只想安静的躺一会。与此同时，暗处正有一个人在悄悄注视着。没想到拉塞尔·雷蒙德会这么努力。当我把老师交给我的作业完成，就连老师都不忍赞叹，竟然写出了如此深奥的结论，并且只是用学术水平的学习材料。但他心里还是有些许怀疑，毕竟很难相信这会是一个没毕业的学生写的。真的是你自己完成的吗？闻此我知道老师还是不太相信。随后我直接以魔法的名义起誓。魔法誓言吗？这让老师更加确定。看来你小子非常自信。不管怎样，我对你的报告很满意。与此同时，任务也提示完成。在得到魔法晶石奖励的同时，由于增加了学术的理解提高，所以获得额外奖励，增加魔法力量，减少法力消耗以及减少施法时间。这是否意味着我的理解水平越高，我就会变得越强大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看来我还要增加一项任务了。紧接着我叫住了老师，因为在这个学院只有他愿意帮我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。这让老师非常好奇，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缓缓道出我能借用学院的图书馆啊。闻此老师也是很疑惑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学生图书馆应该有足够的书来满足你的需要。我随即表示那些书我都读过了。所有的吗？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，老师也是感到非常震惊。即使你说的是实话，使用学院图书馆也是另一回事。闻此我也是感到非常兴奋，说明我有机会进入。画面一转，我便出现在了室外。没想到他会给我这么多任务，但同时他给的奖励也很丰富。此刻我还在想着早上的理论任务，只要提高知识就能变强，我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从学院图书馆获得更多知识，这可能有点麻烦，但我同时可以得到魔法石作为任务的奖励，这是一石二鸟的事情，这么做也不会亏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我，他们说这是个用来玩的时间，但你是个健身狂吗？我的朋友原来是安东·弗雷德里克，看着他自信的样子，那么你是来复仇的。闻此安东却是一脸不屑的样子，你太高看你了，拉塞尔，谁会报复像你这样没用的废物？不过践踏你倒是可以。闻此我知道这家伙没安什么好心，随后示意我擂台赛见。原来他是想当着全校人的面羞辱我，毕竟他只有这些恶趣。而擂台赛是魔法战斗研究，根据学生之间切磋的比赛，而我总是班级中被羞辱那个。我真不敢相信我竟愚蠢的忘记了这件事。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得做好一切准备。在此之前，先把提升到2环魔法师的任务完成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一边完成老师给我的新作业，一边不断加强锻炼身体素质。而今晚我想是时候尝试突破。现在魔法晶石已经准备好，但是我的身体负载能处理这么多魔法石吗？如果失败了，我可能会死。该死的，我只能相信我的训练效果了。毕竟锻炼了这么长时间，我随即一口便将所有晶石吞噬。当我快速把它们吞到肚子里，一股魔力在身体缓缓燃起，下一秒便从我的胸前爆发出狂暴的魔力。我的身体感觉像在燃烧，我需要为魔力流动重新开辟一条路径。此刻燃烧的魔力在不断灼烧，我必须把魔力全部汇聚起来，形成魔力之流，然后在心中将其重新刻画出来。如果我失败了，我的心脏受不了这么强大的能量，这是一场命运的豪赌。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已经窝囊的过了10几年，必须冷静下来。我随即重新调整身体的气息，将魔力慢慢汇聚于心脏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将其转换成为我的魔力。伴随着一道强光从窗户射出，魔力渐渐平静下来。我成功了吗？当我缓缓看去，是2环的印记流动，随后便失去了意识。画面一转便来到了第2天，老师也不敢相信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所有的任务。而接下来他将提问最后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比前面的问题更高深，更接近现实。在魔法组成的4种结构中，哪个是最重要的？闻此我也是突然愣住，休伯特教授也才反应过来这个问题对于学生来说太难了，毕竟连他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问题。紧接着便表示给我换一个，当我表示我可以回答，老师也是感到非常惊讶，他真的能回答出来吗？随后我缓缓道出是心灵异象，教授也是非常兴奋。那么你为什么这么想？这些都是我以前通过积累得到的知识，但由于我静脉狭窄的问题一直停留在理论学习。紧接着我表示，魔法是用法力在现实世界中显现某种东西，世界将它拆分为4个层次，理解及学习自然现象的原理，星象即在头脑中将所学知识形象化，构建公式以体现视觉形象，显现及魔法通过公式在现实世界中显现，理解构建和显现是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和学习来获得。心理意象不是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，突破自己的极限，通过大脑实现自由想象，这才是决定心理意象水平的关键所在。如果我假装这火焰是一支箭，它就会变成一支箭；如果我想象别的东西，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如果我不限制自己的想象，突破这个世界的限制，我甚至可以创造一些东西，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或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它始于对世界的理解，从而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。这就是魔法。闻此老师也是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几乎和我的答案一致。学生图书馆对你来说太小，那么我批准你进入学院图书馆。画面一转，我便出现在图书馆内，没想到里面竟然如此宽阔。学生图书馆简直不能相提并论，魔法的3维弹道轨迹，秘籍的神奇植物学，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书籍，并且没有遗漏魔法的基本理论。
与此同时，一个人正缓缓走来，并且注意到我。你正在读一本很有趣的书。随后我也是顿时一惊，当我回头看去，发现没有任何人，但声音就是从身后传来的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疑惑。可下一秒，一个女人便出现在我面前，竟然是她，达利亚。白雪。紧接着我快速起身向她行礼，因为她可是8环大魔法师，属于世界顶尖的存在。尽管年过80，她还是用了惊人的魔力来保持她年轻的容颜，同时也是红塔阵营中排名最高的魔法塔火焰塔的主人。但她为什么在这里？没想到你居然认识我，这让她感到很意外。随后只见她随手就能变化一根棒棒糖，并表示让我不用紧张，她只是碰巧来到这里。但是像你这样的学生是怎么进入学院图书馆？紧接着我说到休伯特教授允许我进来学习的。闻此达利亚也是非常意外，是那个保守的人吗？他怎么会让一个学生进来？这让他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似乎你学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在他的魔法窥视下，发现我的法力居然如此纯净并且也稳定，这样的人实属罕见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察觉到他在观察我，难道他发现什么了吗？见我心生疑虑，他表示不用紧张，因为我不是来教训你什么的。随后我再次感谢他给的糖果，他随即敲了敲地板，下一秒一个高级法阵便出现。尽情成长吧孩子，你的天赋不错，让我看看你能成长到什么地步。画面一转，我便出现在图书馆外，没想到我会在这里见到他，这是一个意外收获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我，当我看去，竟然是安东这家伙。见我从学院图书馆出来，他们便直接嘲讽，我猜他是拍了某个教授的马屁，反正你看再多书也是没用，因为你就是个垃圾，并对我放狠话，表示等一下就让我跪着求饶。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片刻之后，来到实战魔法研究，老师会随机点1名学生，并让学生自己挑选一位对手。老师一般会倾向于选择最弱的学生，这样学生就可以选择和自己水平相当的人。在我过去的生活中，我总是第一个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同学正嚷嚷着让我选他，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不错的分数，而我则是不屑一顾。紧接着老师便叫出了第一个名字，安东·弗雷德里克，这让其他同学突然愣住，他怎么会是第一个出场？这似乎并不合理。然而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，老师早已经被他收买，但那又如何？当他上到擂台就开始叫嚣，你坐在那儿干什么？是要我上去请你吗？拉塞尔·雷蒙德。画面一转，达利亚已经出现在教授的办公室，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是休伯特教授的老师，这让教授非常疑惑，老师怎么会有时间过来探他，便猜测到应该是为什么事情而来。所以你是给了一个叫拉塞尔的孩子进入图书馆的通行证。闻此教授也是一惊，难道那个孩子犯错误了吗？达利亚表示没有，只是我很久没见过这么稀奇古怪的人了。休伯特觉得非常遗憾，拉塞尔的法力静脉狭窄是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即使在整个大陆也是如此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闻此教授也是一愣，那个孩子克服了自己的问题，他已经完成第2环的刻画，现在是2环法师了。休伯特教授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真的做到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擂台，与此同时，男人也迎来了新的任务，在实战训练中获胜，1级魔法师以及解锁储存空间，储存只有高级的魔法师才能使用的魔法，他在储存魔法师时非常有用，这个奖励非常不错。紧接着安东便打断了我，你是吓傻了吗？木头人，如果没有我就让你跪着爬下去。我随即笑了笑，你还是那么自大，如果你有那个本事的话就来吧。训练双方准备好，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，比试就此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安东在手心凝聚好了一道火焰魔法，但他此刻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没想到我已经达到2环法师。紧接着火焰径直朝我袭来，见此我也没有躲闪，下一秒我快速凝聚了一道魔法屏障，火焰直接飞向天空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能感受到火焰的炙热，就连老师也觉得我做得不错，懂得如何利用倾斜防御改变火焰的轨道。而裁判则是突然愣住，他一直在隐藏他的技能吗？片刻之后，小黄毛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，看来他的法力所剩无几，而我一直等一个机会。下一秒火焰突然减弱，那么就是现在。随后我快速凝聚火焰魔法，直接朝他轰去，而他的火焰被我一分为2，这不得不让他停止技能，开启防御。只见擂台上出现一道巨大的火焰，小黄毛只能勉强抵挡，该死的！接下来他却是直接愣住，没想到我还能凝聚第2支火焰弓箭，但他还是小看我了。就在这时，数道弓箭径直朝他袭去，老师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难道是双重铸造吗？但另一位却不这么认为，他的施法速度太快，以至于看起来就像这样。而小黄毛猜测到我只会使用火焰弓箭，随后便快速切换护盾，一个专门防火的盾牌。见此我则是邪魅一笑，我一直在等这一刻。安东还在想着等我的法力耗尽然后反击，但是他想不到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下一秒我取消了火焰魔法，一股锋利的气流在我手上快速凝聚，随后场上的风元素快速向我汇集。见此，安东直接惊掉下巴，与此同时，一股风刃径直朝他袭去。老师再次被我的操作震惊，没想到我会辨认出盾牌的类型并修改魔法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拉塞尔吗？画面一转，小黄毛痛苦地跪倒在地，该死的！但下一秒我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前，我随即不断蓄力，拳头重重落在他的胸前。安东则是吐出了隔夜饭，与此同时，他想再次释放魔法，但我怎么会给他机会？只见我一跃而起来了，一击吸顶。裁判则是顿感不妙，他的身法竟如此之快，到底是什么魔法？便想终止比赛，可却被休伯特教授拦了下来。
他用的不是魔法，你仔细看清楚。当他再次看去，却是瞪大了眼睛。他使用的法力就像骑士的灵气。见此，休伯特教授也是很满意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，但他找到了办法。见此，场上的同学都无比的震惊，就连老师也不例外。与此同时，教授也在上面看着，紧接着便示意裁判在做什么。这可把他惊出一身冷汗。难道是教授发现他们的交易了吗？你应该宣布获胜者。教授也露出了瘆人的微笑，因为他早已清楚。吓得裁判立马宣布结果，获胜者是拉塞尔·雷蒙德。随后他一脸心虚的样子缓缓走上擂台，并示意我现在可以下去了。随后我笑了笑，按照规定，除非胜利者投降，我应该被允许召唤下一个对手。闻此，其他同学也是顿时一惊。那么下一个挑战的就是你，下来一起玩耍吧。片刻之后，老师也没想到我竟然会获得14连胜。达里亚老师还是有着极强的洞察力，他只见过拉塞尔一次，就注意到他的魔法潜力。难道是克服静脉狭窄后以前积累的魔力爆发了吗？他怎么成长得如此之快？但不管如何，他都应该获得重点培养。画面一转，我已经出现在宿舍内。与此同时，任务的奖励也开始发放。随后一个储物空间赫然出现，奖励难道在空间里吗？紧接着我便伸手进入寻找东西，但感觉什么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我抓到了一个类似画卷的东西。当我打开，竟然是一幅地图。任务寻找地图上标明的地点，当你接近这个地点时，灯光会指引你的方向。奖励终极魔法石，但需要到达3环魔法石后。在我回归之前试过无数次，我从来没能达到那个水平。这次我会成功吗？目前的问题是，地图上标记的是什么地方？于是我从学院的图书馆里找资料，也许能找到一点线索。首先从恩迪里温王国的外域开始查起，下一个看看帝国的海滨，居然也没有。那么我觉得它应该在这里。外海记录，转眼一个上午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有找到地图上所标记的位置。该死的，在地图上找这个地方浪费了太多时间。或许我应该先集中精力达到3环再做打算。当我从图书馆出来，众人纷纷避让，我设法摆脱了怨恨和欺凌，但没想到我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声音打断了我，是休伯特教授，他表示有事情找我商量。闻此，我也是爽快地答应了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我已经出现在办公室内。随后老师说到，暑假快到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紧接着我表示目前还没确定。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做一个研究项目吗？根据你的表现，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后面作为作者。与此同时，桌面上的书本封面吸引了我。当我好奇地拿起查看，却让我顿时一惊。见此，老师问道，提议怎么样？随后我便与老师说了抱歉，因为我这个暑假有了新的安排。这让老师非常疑惑，刚才不是说没有的吗？我把书本递过去给老师，因为我要去这个地方。难道要去一个暑假吗？几天之后，我便前往地图标记的任务，这是相当远的距离，所以我应该吃点东西。紧接着我便从储存空间拿出一些吃的，在到达之前我应该先修炼到3环。车夫也没想到这太阳也没到中午，怎么会这么热？真的是活见鬼了。而此刻我在车上不断的凝聚魔力，上次突破了2环之后，我的静脉问题也得到了解决，因为我开辟了新的法力路径，在够多的魔法晶核情况下，到达目的地前我将到达第3环。另一边，老师对我要去的地方感到非常疑惑，他也要去马尔迪瓦。我想这可能是件好事，因为他现在肯定在那里。没想到马尔迪瓦竟然是达利亚的故乡，他已经有几十年没回这个地方了，因为一直在维护帝国的安全以及做魔法研究，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培养新的魔法师。有3个数字对法师有着特殊的意义，那就是369。9环象征着魔法之路的终点，是所有魔法师终极一生追求的目标。6环象征着达到大魔法师阶段，这个阶段需要经历非常多的苦难。3环则是标志着一个人作为法师的开始，他将进入一个非常孤独的阶段，需要一个人外出历练成长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想起了在图书馆遇到的小子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成长到什么地步。画面一转，我也到达了马尔迪瓦。就在这时，让车夫感到很奇怪，连续叫了很多次也不见乘客下车，当他打开车门，却让他惊恐万分。片刻之后，只见一个人在狼吞虎咽吃着东西。此刻我已然快要饿得不行，因为我用了非常多的法力将狂暴的能量压下来，以至于我体力不支而晕倒。但好在我坚持到了最后，现在我已经是3环魔法师了。想想我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克服了回归前的极限，但我的目标不会止步于此，我需要变得更加强大。无论如何，我需要找到地图上标注的地方，但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确实很难下手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旅游团队的声音，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，看来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在导游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了目的地。庞培奥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山，因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开始住在这里，它的环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这样的生物世界上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拥有火元素的红龙。闻此，我也是突然愣住，没想到导游故事讲得不错，但我也要开始行动了。紧接着我看向山崖，一跃而下，利用风元素缓缓降到山崖顶，下面的风景不错，看着直流而下的瀑布，地图上标记的位置就是这里。也许和导游刚才说的一样，任务跟龙有关联。与此同时，地图上散发出一道金光，随即幻化成一道金色液体，片刻之后直接向前飞去。这就是他说的光会指引我的意思吗？紧接着光点便穿过了瀑布后面，找到你了，我想入口就在那里。随后我在手中凝聚好一道风魔法，一掌便将瀑布的水流洞穿，我也紧随其后冲了进来。没想到瀑布后面会有熔岩洞，
难怪人们无法发现这个地方。任务上说需要我达到3环再进入这里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怪物甚至野兽。我朝着洞口深处走去，眼前出现的石柱吸引了我，这应该是一个很久远的遗迹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一道亮光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里才是真正的入口。随后我径直朝那道门走去，这里异常的安静，以至于我能非常清晰地听到我的脚步声。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很危险。该死的，难道我已经忘了我的雇佣兵生活了吗？我的警惕放松过头了，在没有怪物、野兽或任何声音的情况下，这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强大掠食者的领地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魔兽赫然出现，竟然是科莫多巨蜥。魔物直接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向我袭来，可恶，这次大意了。随后只见其尾巴如同闪电般向我袭来，而我则是一跃而起，躲避了这致命一击。被击中的地板顿时4分5裂。见此，我也知道我一个人不可能打败这个怪物，因为他的实力至少可以顶2队雇佣兵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跑。紧接着我在手中快速凝聚出雷电之力，也许这样才能争取一点逃跑时间。与此同时，巨蜥向我猛烈扑来，而我也凝聚好了一道闪电长矛。该死的，只能赌一把了。随即将手中长矛径直朝魔物扔去，闪电重重落在了他的脑袋上。下一秒，强大的电流瞬间覆盖他的身体。我知道他有着非常坚硬的皮肉，但雷电会透过他的皮肤将他暂时麻痹。为我争取一丝时间，他把我的出口堵住了，我只能往石门的方向跑。当我接近石门时，意外的一幕发生了。大门的守护石像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并提示我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。我也是突然愣住，而巨蜥的麻痹效果已经过去，并堵在了门口前面。要完蛋了吗？我现在没有退路了。如果我无法避免，那只能自己打出一片出路。紧接着，一股火焰元素开始向我手上凝聚，随即幻化成一把弓箭。就在我火焰弓箭快要发射之际，后面的石门吸走了一部分火元素。见此，巨蜥顿时瞪大了双眼，随后便用双脚紧急刹车。而我也是非常疑惑，他怎么停下来了？突然，巨蜥缓缓站起，而我的攻击一丝也没有放松。下一秒，他却突然向我行礼，这让我顿时非常疑惑。我什么也没做，他就停止了攻击。与此同时，后面的守卫也收回了兵器。就在这时，门后突然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我也瞬间被这道光芒吞噬。当我再次出现时，已经身处于其他地方，四周散发出一阵阵寒意。当我看向地面，发现有一层厚厚的冰块。刚才的强光应该是传送魔法，那么这里应该就是我要来的地方。片刻之后，台上的物品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好像动物的触角，但怎么会如此巨大？此时，一个红色的任务栏赫然出现，任务击败该地区所有的冰傀儡并完成火焰试炼，奖励未知。见此，我也注意到旁边的兵人，他说的应该是这些家伙。随后，兵人缓缓从四周移动，难道要我同时将他们击败吗？该死，这任务也太苛刻了！一道火焰朝冰傀儡轰去，直击他的胸前位置。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提供能量的魔法晶核，我必须想办法将其摧毁。当烟雾慢慢退去，竟没有对他造成一点伤害。他的冰块到底有多坚硬？可恶，只能想其他办法了。既然火焰魔法不起作用，那么也许我可以试试风魔法。当我凝聚风魔法时，却无法凝聚。与此同时，冰傀儡向我发起了进攻，我随即释放雷电魔法，但施法还是被打断了。我则是身形一闪，傀儡的攻击狠狠砸在了地面上，随后快速后撤与他拉开距离，但还是被飞来的冰块击伤。此时我想起了刚才的任务有提示，通过火焰的试炼，我想除了火元素，我不能使用其他魔法。现在我已经被他们逼到无路可退，看起来情况好像很糟糕。随后我擦了擦头上的鲜血，在手上快速凝聚火焰兵器。既然避无可避，那么就来决一死战吧。我发现单支火焰弓箭的威力无法对其造成伤害，那么我就加强火力。伴随着我凝聚魔法，这时3道弓箭从我手中射出，直击冰傀儡的核心位置。在一阵爆破声过后，掀起一阵热浪。当烟雾慢慢退去，覆盖在金河上的冰块被击穿。见此，我也知道火焰对他们有效果，于是我抓住了这一瞬间，一道金色的光芒径直朝傀儡射去。片刻之后，它便应声碎裂，终于杀死一只，但已经消耗了很多法力。照这样下去，情况不妙。在我把他们都干掉之前，我的法力会先耗尽的。我需要寻找另一条出路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冰傀儡也向我发起猛烈的进攻，他们巨大的拳头猛然轰来。为了能快速把他们坚硬的冰盖打碎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应该要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。最后答案应该是密度。在此之前，我得与他们拉开一定距离，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吟唱魔法。片刻之后，我绕到了其视野盲区，紧接着我快速凝聚烈焰弓箭，伴随我加入放大的攻势，弓箭瞬间变化为一支长剑，紧随其后的是克隆魔法。只见弓箭不断裂变，不到片刻便出现4、5支，而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步骤。伴随着我缓缓念出咒语，周围的火元素快速向我汇集，我需要把所有的弓箭压缩成一把兵器。随后我一把便将数支弓揽入手中。虽然弓箭都是属于火元素，但需要将其融合还需要很大的力气，这至少要达到5阶法式才能完成，我只能尽力赌一把。与此同时，一尊傀儡发现我的位置并向我袭来。该死的，我还要再快一点。伴随着一道强烈的光芒射出，冰傀儡也停下了脚步。远处的傀儡见此也是一愣，画面一转，只见我手中拿着一把由烈焰合成的兵器，而傀儡也被我的火焰洞穿，失去了动力，重重倒在我面前。目前我对火元素的掌控已经超过了3环的极限，光是维持长矛就消耗了大量的能量。
所以我的身体支撑不了太久，要速战速决才行。紧接着我便快速冲向傀儡，在得到合成烈焰魔法的加持下，我仅仅只是一击就洞穿3个，加上之前的1个，已经击毁了4尊冰傀儡。但我也感觉到了所剩的法力快耗尽，剩余的傀儡也全部向我扑来。见此，我随即对着他们的晶核位置快速挥刀，一下子解决2个。就在这时，后面的傀儡拳头也向我砸来，而我则是身形一闪躲过了攻击，他的拳头重重落在地面上。如果我被击中，以我现在的体力，会马上丧失战斗能力。只见我眼神坚定，抓住其攻击间隙，一刀将其切成2半。那么现在还剩下最后1个，但傀儡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。紧接着我察觉到一道攻击向我袭来，而此刻我的体力已无法躲闪，重重挨了他的一击。好在我及时使用长矛抵挡，否则我会当即丧命。现在我只剩下一口气的法力了。随后我缓缓起身，此刻身体已经开始颤抖起来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则是要保持冷静，只能赌一把了。我用力紧紧握着长矛，随即不断蓄力，用尽我最后的一丝力气。冰傀儡的拳头也重重向我砸来，去吧，能不能完成就看你了。傀儡的手臂与长矛发出了剧烈碰撞，片刻之后，整个战场都安静了下来，而傀儡的眼睛已然没有了光点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只见其身体被长矛径直洞穿。终于结束了吗？我的体力也在此刻耗尽，随即失去了意识，往地上倒去。你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明确的奖励，被遗忘的国王之角。与此同时，被锁链封锁的触角发出剧烈的震动，锁链也碎落成一地，随即燃起熊熊烈火。紧接着触角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而我也被白光吞噬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我处于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之中，并且锁链将我牢牢铐住。随后任务栏提示，我已经获得奖励，被遗忘的国王之角。难道真的会有这种奖励吗？这可是传说中的火龙角，为什么我感觉我现在被绑架了？突然一道非常刺耳的声音传来，经受了烈火的考验，达到了崇高境界的人，我将国王碎片赐予你。闻此我也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，因为此刻我只感觉脑袋要炸开了。下一秒，触角如同利剑一般向我刺来，径直将我的身体洞穿。该死的，难道是要杀了我吗？只见其快速钻入我的身体，仿佛要将我的身体撕裂一番，随即幻化成一股强大的能量与我融合。这股能量快要把我窒息，一条巨龙的身影赫然浮现并注视着我。你将获得来自龙的力量，尽情成长吧。画面一转，只见一个人躺在沙滩上。当我再次恢复意识，发现已经离开了遗迹。这时我才想起来，刚刚我还在意识空间，被一只巨大的龙角洞穿，然后就出现在了这里。我看向远方的建筑，我竟然又回到了城里，难道是被传送回来的吗？就在这时，任务面板提示，原来刚才的龙角已经被我消耗，但由于我无法一下子承受这么多的法力，所以剩下的被封锁起来，等我达到某个阶段才能将其释放。同时我对火元素的亲和度更高，那么就让我看看现在有多强。随后我只是释放了一丝法力，便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势，而我也是感到不可思议。我明明才突破3环没多久，现在感觉离4环已经近在咫尺。与我在遗迹受到的待遇相比，这个奖励是非常高的回报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我。当我回头看去，竟然是达利亚塔主。原来是刚才我释放的法力让他感觉很熟悉，所以才赶了过来。没想到竟然是你小子，而我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。紧接着他用法力探查我的身体，发现我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3环，离4环也只有1线之隔，并且法力也比以前更加纯粹。这样的人不算是天才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天才了。我也是非常疑惑达利亚是怎么在这里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很难找到。随后我才得知这里是他的故乡，倒是让他很好奇我是怎么在这里，但我现在告诉他真相还为时过早，看来还得编个故事了。紧接着我一脸自信地表示，为了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。见此，达利亚表示是个不错的想法，与此同时他也想考验一下我的能力，示意我可不可以帮一个小忙。只见其打响手指，一道火焰环绕在我身上，随即变化成一件披风，并且还带有火焰塔的标志，这让我非常疑惑会是什么事情。就在这时，对话框提示新的任务，协助达利亚击退贩卖人口的海盗，但帝国是严格禁止奴隶制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贩卖人口的船只在我们的港口登陆，而他们现在却想暗中停靠并进行交易。紧接着我们向着海盗船进发，目的则是要占领船只，拯救受害者。我也清楚他主带上我是为了测试我的能力，因为即便没有我的帮助，他一人足以应对这群海盗。像他火焰塔主的身份，只要他开口，成百上千的法师会跑过来，哪怕是光着脚。既然他特地找我帮忙，那么我也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他随即严肃地示意我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有点难以接受，守护者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这只是我们法师的另一种命运。而我也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在血腥的场景我也经历过。随后他一跃而起，飞到空中，他则是去吸引海盗的注意，而我则是潜入其中，拯救出被困之人。片刻之后，他出现在了船的上空，那么就让我看看你的表现如何。紧接着他便释放法力，一瞬间一股强大的魔力瞬间笼罩着帆船，这就是8阶法师的实力吗？就在刚刚，海盗也发现了有入侵者，无数把巨型弩箭对着达利亚，而海盗此刻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，所有的弓箭径直朝空中射去，但这种程度的攻击塔主没有丝毫畏惧，在接近他的同时，弓箭瞬间化成灰烬。见此，海盗则是一脸震惊，该死的，攻击没有效果，没有法力的普通人在法师面前如同蝼蚁。
更别说是8环的魔法师。他们也不打听一下马尔迪瓦是谁的故乡，让我来看看你们是否像你们的胆量一样娴熟。只见数道小火苗落到船上，海盗也是非常好奇，随后其中一个便想用脚将其熄灭，可下一秒火苗就如同有了生命一般，将他的脚牢牢抓住，一道火焰瞬间把他的脚烧成烤猪蹄，而刚才的小火苗此刻已经幻化成一个火焰士兵，海盗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不到片刻，数只小火人将他们包围。与此同时，我趁其注意力分散，从船的后面悄悄溜上来。见此，我也是感到很奇怪，他们怎么会突然没了动静？当我看去，难道这些就是塔主的烈焰士兵吗？当年达利亚就是凭借这个魔法，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整个城堡。就在这时，海盗偷偷拿起兵器，随即对着火人快速挥动斧头，径直将他劈成2半。但下一秒，火人的伤口却直接愈合，紧接着他的火镰刀只是轻轻接触到海盗的大脑，他便瞬间被烧成火。见此，我也是一惊，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就葬身火海了。其余海盗见此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现在不是我惊叹的时候，我得在达利亚分散他们注意力的时候去解救人质。画面一转，我便来到船舱内，看守船舱的海盗也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，这让他非常疑惑。而被关押的人质知道一定是有人来救他们了，闻此海盗拿刀上前恐吓：你们所有人都逃不掉我们的魔掌。他们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但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。我一个瞬身来到海盗后面，一把抓住他的脖子，随即吟唱闪电咒语，一股强大的电力蔓延在他的全身，下一秒就被电成了黑炭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一个也没有上楼查看，看来是分工明确。你是来救我们的吗？看他们骨瘦如柴的样子，我也是一愣，不知道他们被关押了多久。我随即点了点头，但按照目前的情况，还是待在室内比较安全，直到海盗被全部消灭。闻此，他们也是激动地跪下祈祷。当我看向后方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在这个小地方。紧接着，一个牢笼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们甚至把孩子当奴隶卖，这些该死的家伙！就在这时，几名海盗从房间里出来，怎么会有孩子跑出来？紧接着便注意到后面躺着的人，见此，他们也知道我是外面的入侵者，几人立即向我袭来，但我可不会畏惧他们。只见我双手合开，口中吟唱着咒语，一股雷霆之力在我手上快速形成，仅只是一瞬间，闪电径直洞穿他们的身体，强大的电流使得他们无法动弹。不到片刻，他们便失去了战斗力。没想到现在他还敢威胁我，我随即再给他来一击电疗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。随后我朝着里面的房间走去，这让我非常好奇，这里关押的是什么人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你是火焰塔的法师吗？紧接着我点亮一颗魔法光球，没想到竟然是精灵族的人。其中一个精灵缓缓起身，因为他看到了我身上火焰塔标志，所以认为我是他们的法师。我随即表示目前还不是，没想到这个精灵却是趾高气昂的让我快点把牢笼打开。闻此让我十分不爽，难道精灵都是没有礼貌的吗？还有他的语气好像我欠了他几百万似的。此刻我想扭头就走，让他们再关一顿时间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：注意你的举止。他看起来气质很高贵，难道是他们的首领吗？随后他缓缓起身，他注意到我体内不同寻常的魔力，就如同夕阳一般纯粹，并且他能从我身上闻到不一样的气味，是灵魂的气息。白发的精灵表示非常肯定，那就是属于灵魂的气息。闻此我也是一愣，我身上真的会有这种气味吗？其他精灵也表示是不是弄错了，人类的身上怎么会有灵魂的气味？紧接着我嗅了嗅身上的味道，什么味道也没有。随后刚才不礼貌的精灵打断了我，只见他犹豫片刻，下一秒就低着头请求我将他们解救出去。其他的精灵也是如此，他的一句话改变了以自负著称的精灵。难道他是个高等精灵，拥有很高的话语权？看在他们的态度不错，就原谅他先前的无礼。这时精灵问道：所有的海盗和他们的首领都被打败了吗？闻此我也一愣，到现在他们的首领还没出现，首领比普通的士兵更加强大，比精通魔法的战士还要厉害。而他们的首领也察觉到这里的动静，并知道我就在房间里，这让他非常兴奋。另一边，海盗的首领也随之出现，见此他也是非常淡定，多么可爱的小火人。随后他缓缓拔出巨剑，一跃而起，一个瞬身来到火人身后，一刀就解决了两个。由于力量太过强大，他们无法愈合。你们都是因为这种攻击而挣扎的吗？闻此，其他海盗重新燃起了斗志。没想到海盗首领有点实力，竟然能消灭他的火人，这让他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下一秒便出现在船上，海盗见此顿时一惊，难道他是下来送死的吗？毕竟近战可不是法师的优势。那么你就是他们的船长？独眼一脸嚣张，给予了肯定的答复。而达利亚也看出来他使用的是灵气。你曾经也是一名骑士对吧？独眼却是低下头大笑，骑士的荣誉能让你吃饭交税吗？还不如从奴隶贸易中赚取更多的钱，这就是你的借口吗？紧接着他挥动巨剑，一个冲刺出现在达利亚身前，眼神狠辣重重向他砍去，而达利亚一个侧身轻松躲闪。与此同时，我背后的木板突然出现一道裂缝，这股力量非常危险。当我注意到时，已然来不及躲闪，下一秒墙体应声炸裂。该死的！片刻之后，烟雾慢慢退去，我也被击飞了数米远。不过幸好我开启了护盾防御，看着脚下碎落的兵器，这个人的力量非常大。一个身穿盔甲的光头出现在眼前，他也发现了我用魔法将所有人都隐藏起来。那么你一定是一个法师。随后他拔剑向我走来，他使用的是灵气，难道是骑士吗？紧接着任务提示：与剑客的第一次战斗，
奖励5颗终极魔法石。精灵也叫我小心眼前的敌人，他非常强大，他是这艘船的副船长。看见我，他没有感到丝毫畏惧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我虽然是个法师，但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，这让他异常兴奋，拔剑指向我。毕竟一个小孩对骑士可构不成威胁，而此刻我不能使用火焰魔法，因为四周都是木板做的，稍不注意就会点燃这里。那么我只能暂时使用闪电魔法。我则是先发制人，一道闪电径直朝他袭去。光头见此也没有慌张，你确定要用闪电来对抗我？他随即把剑插入地板中，一刀将木板掀起，我的攻击全部被击飞的木板抵挡，而他也是径直朝我袭来。难道我的闪电对他不起作用吗？紧接着我再次释放几道攻击，他则是挥剑抵挡，并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他使用的剑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闪电没有传达到他的身上，难道是绝缘体吗？光头的速度太快，我已然来不及躲闪，他的长剑朝我狠狠劈来。不过好在我还有护盾抵挡，但下一秒我隐约察觉不对劲，护盾出现了裂缝，该死的！与此同时，在海盗船长对达利亚进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攻击竟然透过了身体，难道是分身吗？但下一秒火焰又幻化成达利亚，所以你们法师都是很擅长逃跑对吧？紧接着塔主问道，难道你哥哥也是骑士？海盗则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，那当然，只是他没有我厉害。随后塔主再次召唤出2个小火人，见此他却嘲讽起来，还在玩这些小把戏吗？你可以尝试一下，这次的和之前的不同。见此海盗也是非常疑惑，但下一秒小火人却在不断分裂，不到片刻便出现了2个，原来是达利亚在火焰中加入了分裂魔法，如果火人被切开，那么另一半就会重新出现变成火人，切得越多分裂得越快，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火人就将他包围。敢问船长现在感觉如何？紧接着火人向他发起了攻击，这时他才想到出现在眼前这个女人是谁，火焰塔的女巫怎么会在这里？另一边，我的护盾被海盗击碎，他的刀刃重重落在我胸前，但我的操作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。没想到一个法师居然躲开了他的攻击，如果换成其他人中了他的重击，此刻已经被切成2半，但这小子身体怎么能扛住？难道身体是石头做的吗？并且还能调动自己的法力增强体能？他在掩饰什么？但不管是什么都没有区别，他就像一只困在陷阱里的老鼠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精灵见此也是十分担心我的安危，守护者真的能应付吗？与此同时，他的攻击让我回想起了以前，在一次任务中经过一个村落，我曾见过他，那时候他还不是光头，他屠杀了一群无辜的雇佣兵，仅只是因为撞到了他的肩膀，当时我也身受重伤，但好在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袍的法师，他勉强阻止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。我记得他的攻击招式，看来我有办法对付这个海盗。紧接着我再次召唤屏障，他也像我想象的一样朝我砍来，但他没想到这是我给他下的圈套。当他的剑在击破我的护盾前，我则是一个瞬身来到他的后面，等他察觉时已经为时已晚，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吟唱好了魔法。下一秒，一道风魔法镜直洞穿他的身体，海盗也被击飞数米远，并且吐出了一口老血。没想到一个小孩居然会有如此战力，由于我之前挨了他一刀，现在也好不到哪里，如果出血量再多一点，估计我也要昏迷。紧接着我便把刚才没来得及打开的锁头捏碎，当精灵出来时连连道谢，那么我先将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随后海盗首领打断了我，他竟然没有倒下，你这个小顽固，你应该打我的头部。见此我也是一愣，刚才绝对没有一丝手软，我随即示意他们上去，并把外面的人都解救出来。而黄毛精灵显得有些不情愿，白发的精灵则是表示遵从。闻此海盗挠了挠头，所以你还有时间去救奴隶是吧？下一秒一个瞬身便没了身影，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刀，但好在我还有足够的法力凝聚护盾，随后护盾也随之破裂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快速凝聚了新的护盾，我不会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。此刻海盗露出了一脸邪笑，那么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少个护盾能扛住。只见他不断挥舞手中的刀，而我也在不断抵御着，因为我要为他们争取时间，只要我再坚持一会，等他们把所有人救出来，就是我反击的时候。紧接着我便收到他们的信号，海盗还在嘲讽着，你觉得这会改变什么吗？但下一秒四周燃起熊熊烈火，瞬间把这里包围。海盗见此却是大惊失色，没有了刚才的自信，而接下来就是我反击的时候了。光头见此也是一惊，他居然还藏有底牌，紧接着便察觉到我的气息发生了改变，这股气势让他也感到十分恐惧，随后连忙拉开距离，这个眼神非常有趣，他终于准备好杀人了吗？那么就让我看看拼死相搏的猎物是怎样的，我会把你和盾牌一起刺穿。但下一秒他却瞪大了双眼，只见我将手中的火焰融合，随即变化成一把烈焰长枪，光头的剑也向我袭来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察觉到不对劲，这股力量比三环法师的力量还要高出几层，但想躲闪已经为时已晚。下一秒，两把冰刃相撞，爆发出的白光将整个战场吞噬。另一边，此刻船长还在被这些小火人纠缠着，随着他不断砍杀，火人的数量就越多，杀也不是，不杀也不是，还有我那愚蠢的哥哥在干什么？只要有他在，我就能上前对付法师。就在这时，火人再次发起了进攻，但他只是2刀便解决，虽然构不成很大威胁，可这些小东西是真的烦人。与此同时，他脚下的木板出现了一道裂缝，当他发现时已然来不及躲闪，随着缺口不断扩大，
下一秒一道火柱从地板直冲天际，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击飞，而他的哥哥就在他的背后。达利亚见此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这个动静是三环法师能做到的吗？紧接着他也注意到被解救出来的人质，还有精灵族的人，他们也被我弄出来的动静震惊。达利亚没想到拉塞尔能成功解救他们，并且还是在他没出手的情况下。与此同时，任务也在此刻完成。随后其他的海盗支援过来，看来测试到此结束了。只见他随手一挥，刚才的火人直接变化为火团，紧接着他敲了敲地板，数道火人如同开花一般直击海盗的帆船，他们瞬间就失去了战斗力。此刻白发精灵也在使用治疗术恢复我的伤口，不到片刻我慢慢恢复了意识。由于他的法力还没完全恢复，所以治疗术的效果有点缓慢。这时达利亚也过来说道，干得不错，你凭一己之力打败了2个骑士。闻此我也是一愣，我只面对了1个海盗，没想到结果却击败了2个。随后精灵打断了我，虽然现在不能马上报答你的恩情，但是我伊洛身为白蜡树部落的成员，我以先祖的名义起誓，总有一天会报答你的恩情。与此同时我也介绍自己，这些都是我身为一个法师的责任，所以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火焰塔的功劳？随后我便问起刚才伊洛在船舱内说的话，刚才你说的灵魂气息。而在一旁的达利亚却是顿时一惊，我刚才真的没有听错吗？伊洛解释道，也许你身上继承了龙的血脉。闻此我也是顿时一愣，之所以能嗅到，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青龙的血脉，而我的血脉非常微弱，就像汪洋中的一滴水，但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，也可以感应到其他灵魂的存在，所以我能闻到你身上的气息，并且非常的浓烈与纯粹。刚才就是想问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是龙的混血。闻此达利亚也得知拉塞尔为什么能成长如此之快，当他成长起来将会影响整个帝国，不应该说是整个世界。画面一转，船此刻已经停在岸边，精灵族的人也随之隐藏自己。就在这时达利亚叫住了他们，并猜到伊洛应该是要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，然后等到法力彻底恢复。伊洛也点了点头表示肯定，于是他提议先到他的别墅暂住，顺便也能指导拉塞尔的训练。闻此我也是一愣，如果真的能帮助到他，那么我非常乐意，便接受了达利亚的建议。难道你不想去吗？而我则是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当然我非常乐意，火焰塔大师的特殊训练，这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随后塔主便引导我们前往，因为离这里还有一段比较远的距离。就在这时我才想起离开学不远了，这样真的没事吗？他则表示不用担心，休伯特会处理好一切。此刻我们已经在前往达利亚住所的路上，经过一早上的奔波，现在我们终于到达了别墅所在的位置。这里宛如一个庄园，当我下车看去也被深深震撼，这个地方非常大。达利亚则示意我们不用太过拘谨，接下来大家就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。伊洛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舒适，便再次感谢塔主的收留，但我却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熟悉。当我看向旁边的花园，这里的印象虽然有点模糊，但我隐约记得我曾经来过这里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和我的父母。紧接着我便上前询问塔主，这栋别墅本来不是你的对吧？闻此他也是一愣，如果有人听到你的话，他们会认为是我偷的。达利亚则是给予了肯定，这是前几年一些商人拿出来拍卖，所以我当时就买下了。那我的记忆没错，这里也是雷蒙德家族的产业之一。在我的家族破产之后，所有的东西都被收走了。我听说他卖得很便宜，没想到我现在还能再次回到这个地方。画面一转，来到1周后，达利亚叫伊洛商量事情。当塔主再次探查伊洛的身体，看来你已经恢复了大部分法力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谈谈之前商量的事情，帮助拉塞尔训练。而伊洛此刻也非常高兴，因为他早已经准备好。随后环顾四周，也没见到他的身影。见此，达利亚笑着表示，在你恢复身体这段时间，我让他在后山训练呢。另一边，此刻我从悬崖径直下坠，重重落在了底下的河流，下一秒我便从河水里涌出。我想我应该是又失败了。在此之前，达利亚问我在这次战斗中想到了什么，而我也意识到距离对一个法师的重要性。尽管法师非常强大，但近身战斗很明显不是法师的优势。闻此他也表示肯定，在战斗中距离对法师来说很重要。那么接下来我教你如何掌握距离。只见他一只脚踩在空中悬浮，一瞬间便没了踪影。当他再次出现时，已经到了河对面。这就是空间扭曲魔法，瞬间移动。随即便示意我从现在开始练习，因为在未来他也许是你的救命稻草。经过几天的训练，没想到一次都没有成功。这个魔法与法师等级的影响不是很大，只有通过理解其逻辑才能学会的魔法。那么空间的定义是什么？我又该如何才能将空间折叠起来？随后我再次出脚尝试，结果和我想的一样，这不得不让我产生怀疑，这真的是在练瞬间移动吗？为什么我感觉是在练我的体力与耐力？与其想那么多，还是想想如何折叠空间。当我再次踏出悬崖，只见我脚下的空间产生一阵波澜，空间产生的扭曲足以让我稳定下来。当我想踏出另一只脚时，突然有人打断了我。我回头看去，没想到是塔主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下一秒我便径直下坠，画面一转，当我再次爬回岸上，达利亚表示接下来该学习另一门课程——灵魂的契约。伊洛将引导你学习这门法术，非常荣幸能帮助到你，我则是对此表示感谢。片刻之后，我便开始修炼起来。在伊洛的引导下，我缓缓闭上眼睛。那么接下来想象一下和火有关的东西，早晨正午的阳光，或者燃烧的柴火。
在我的不断冥想中，下一秒一股火焰覆盖我的全身。伊洛见此也是一惊，他没想到一个人的身体里竟然有如此纯净的魔力。而接下来我将进入你的识海，引导你找到它。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每个人都有通往灵魂的大门，无论是人类或精灵还是他的实体，他们毕竟都是自然诞生的实体。当自己的灵魂与之相遇，大门就会自己打开。就在这时，我身上的火焰突然剧烈燃烧起来。达利亚见此也是不由得紧张起来。那么就让我来看看你心中流淌的是什么。当他看清楚时，却是不敢相信，竟然是仇恨。看到的东西却让他头痛欲裂。当他恢复意识，却是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。这里非常寒冷，还有一条湍急的河流，并且异常汹涌。而拉塞尔此刻脸上看起来非常痛苦，还不断流着悲伤的泪水。现实中他体内的法力变得十分躁动，伊洛正试图把他压制下去。达利亚见此也顿时一惊，这股能量太强，伊洛他无法应对。下一秒推动他体内的青龙血脉，只见一道光瞬间将两人吞噬。当我再次恢复意识，已经出现在房间内，见此塔主才松了一口气，而我此刻只感觉头痛欲裂。回想起刚刚，应该是我的法力突然爆发了。就在这时，大门缓缓打开，是伊洛，但下一秒我注意到了他手上缠绕的布条。随后他则是笑着表示身体很好，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，我真是没用，连自己的法力都控制不住，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。随后我便出到室外冷静。见此，达利亚也是十分好奇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伊洛解释道，当我们到达通往灵魂之门的小路时，我们便不能再前进了，因为有一股巨大的洪流让我们停下脚步。达利亚也猜想到，洪流应该是心中的情感。伊洛也点了点头，他看起来像仇恨，但更多的是悲伤，一个巨大的悲伤。也许他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过去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达利亚给我安排了新的训练，那就是清洁。随后我对此表示感谢，但突然我也是疑了，我没有听错吗？你要帮助府上的仆人一起打扫卫生，他们则是要去参加重要的会议。随后伊洛也与我道别，那么1周后见。看着他们慢慢远去，而接下来我要利用剩下的时间完成清理与瞬间移动的练习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袭来，这周不许使用任何魔法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将你的魔法暂时封印。闻此我也是疑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一点点打扫，不过这也是可以锻炼身体。紧接着我便飞速拖着地板，就在这时我踩到了地上未干的水渍，下一秒连人带拖把飞向空中，并且还打到了桌面上的花瓶，而我则是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大意了没闪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人正从背后悄悄出现。你确定是在打扫吗？那是塔主非常珍惜的花瓶。在这之前，达利亚要求我听从管事的安排。糟糕，随后我便道歉，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，但管事他并没有要责怪我的意思，他也知道我1周不能使用魔法，所以从最简单的开始。那么接下来都听我的安排。紧接着我认真的打理起来，在他的监督中，我有很多没有打扫的位置都被他指出来了。我本以为他会看不见上面的污渍，经过一下午打扫，此刻我已然累得不行。没想到打扫卫生丝毫不亚于训练，但面对严厉的管事，这更像是一种精神修炼。就在这时，管事说到午餐时间到，我本想休息一会儿，随后露出了可怕的眼神。见此，我也是顿时一惊，便起身跟去。画面一转，我来到了食堂内，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大爷打断了我，并询问我的名字。在得知我的姓氏后，大爷顿时一惊，难道他知道我的事吗？随后他夸道，小伙子长得真英俊。闻此我也是一愣，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对我说过，就连旁边的女仆也表示肯定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大叔来到我后面，让我看看你小子结不结实。这可把我吓一跳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此刻我的内心却是非常挣扎，因为以前我从来都是一个人，本是3环法师的男人，如今却只能做搬运工。如果我能使用魔法，像这种小事很快就可以完成。在经过一下午的搬运之后，现在又到了晚饭时间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不知不觉拿起啤酒。正当我大口喝酒时，大叔注意到我，紧接着一个巴掌打在我背后，而我刚才喝的酒也全部吐了出来，这让我非常疑惑。大叔示意道，你目前还是一个学生，喝酒可是对身体影响不小。我忘了我还是个学生，我还以为是雇佣兵的生活。随后大爷往杯里重新倒了一些酒，你应该跟大人学怎么喝，有了这样的风景，不喝酒是一种罪过。在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只有这一段时间是最自由的。落日的夕阳很美好，但是也是很短暂的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我们，是管事，他也带来了一些零食，庆祝他们的新成员。这段时间让拉塞尔很愉悦，因为在他雇佣兵的生活中，每天都要警惕周围的人，毕竟很多人都是各怀鬼胎，而现在大家让他感受到了以前体会不到的温馨和放松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第二天，经过几天的相处，他的状态已然轻松了许多。虽然每天都忙得很累，但是和大家一起工作真的很开心。没想到一转眼就剩下最后一天了，看来你很喜欢这个地方。当我回头看去，是管事阿姨，她也看出拉塞尔有很重的心事，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随后我表示没有什么，只是想起了一些家人，他们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我以为法师不会有任何烦恼，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看来你经历了很多，明天是你最后一天打扫卫生，请全力以赴直到最后。虽然我不懂魔法，但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。
即使你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师，你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，因为你干活非常勤快。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达利亚也回到了城堡中，随后我也上前迎接。那么这周过得怎么样？我则表示过得很好。紧接着他说到有事情与我商量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得知他们在开完会议后就帮伊洛找了一些药材。在这个过程中花了不少时间，因为精灵的法力十分特殊。随后达利亚表示他也去查了一下档案，这座别院他以前属于雷蒙德家族。闻此我也低下了头。所以你心中有一道洪流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到达灵魂之门。你是受过什么委屈吗？还是有什么事情让你难过？闻此拉塞尔点了点头。我想这些都是。当我在图书馆看到你，那时候你为了学习魔法，你总是一个人。我知道你想重建你的家族，但我不会免费给你。闻此我连忙表示我会想办法挣钱拿回来的。达利亚说道不用紧张，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成为火焰塔的法师，这样你就能更快的赚到钱，然后把它买回去。所以好好努力吧，在此之前就让我替你保管。画面一转来到晚上，伊洛表示在上一次引导时我没有将你的灵魂唤醒，这一次我将带你走向大门，但此刻我非常担心会再次让他受伤。伊洛示意我不用担心，因为这次准备了非常多的药材。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在伊洛的引导中，我慢慢的闭上双眼，下一秒他便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。当我看向自己，这就是我体内的魔力吗？那么我们前往大门的位置吧。在伊洛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了他说的大门面前。这条洪流依然存在，仍然很难到达终点。紧接着我便上前尝试，伊洛表示这样做很危险。下一秒我就被洪流击退，即使是灵魂体也会受到伤害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声音直击我的脑袋：学院毕业，塔的选择，家庭重建，父亲的报仇。这道声音让我感到非常痛苦。该死的，我必须要保持清醒。伊洛也在鼓励我站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让我瞬间恢复意识，是达利亚，还有管事阿姨。你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但我们也要告诉你，你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。在没有回归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别人的关怀，同学的嘲讽与谩骂，学院老师的开除。但这次我有了伙伴，大家是这么关心和帮助我，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我相信我能克服它。紧接着我径直朝洪流走去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退缩，即使是跌倒，因为我不是只有一个人。伊洛则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他消失在了河流之中，但下一秒却是不敢相信，他竟然出现在了河对面。这不仅意味着他跨过了洪流，更是战胜了内心埋藏多年的心结。看着眼前的大门，而接下来我该如何做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让我顿时吓一跳，是伊洛。因为我们的大脑仍然相连，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相互交流。那么接下来按我说的，把手伸进门中。下一秒我便出现在了门内，用心感受里面的存在。神灵将会挑选他们的继承者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。你可能不会被他们选中，而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。现在我只感觉四周异常的安静，如果没有选中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尽力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条巨大的红龙盘旋在我的身边，我也察觉到一股非常强大的法力流动。会是什么神明呢？紧接着我只感觉到手中散发出炙热，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。当我缓缓睁开双眼，一条红色的龙出现在我面前。他就是选择我的神明吗？见此，伊洛也是感到非常开心。达利亚表示好处不止这一步，这让我很疑惑。当我看向身体，没想到我已经达到4环魔法师了，并且还学会了瞬间移动。看来是你克服心中的障碍，所以你的等级也得到了提升。与此同时，任务面板提示，由于提升到4环，所以获得额外奖励。小红龙从我手上飞起，随后开心地落在我的头上。伊洛表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灵魂，他身上的气味很特殊，等他成长起来将会是一个恐怖的存在，所以现在可以给他取一个名字。完成最后的契约签订，那么我该叫他什么呢？我将他抱起观察着，看他全身红彤彤的，那么我可以叫他烤肠吗？闻此众人皆是一惊，随后我表示只是开玩笑的。小红龙也松了一口气，毕竟我可是一条至高的红龙。我犹豫片刻，叫他小辣椒如何？小红龙也是开心的笑了，看来他很满意。众人也松了一口气，表示比刚才的强多了。紧接着达利亚表示，接下来开始进入真正的特殊训练。伊洛也示意要加强精神训练课，对此我也表示非常期待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进展，我也迎来了新的伙伴小辣椒。一转眼就过去了1个月，今天到了塔楼选拔学生的时间，几个主任也是露出了丑陋的嘴脸，他们只关心有多少个学生会被选中，至于其他人就无所谓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校。休伯特闻此也是十分无语，这些人哪里来的脸面，真是恬不知耻。王国的4大塔楼都来了，分别是白塔、黄塔、枪塔以及火焰塔。当火焰塔的审查员出现，学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极其可怕的威压。休伯特见此也是一惊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难道是塔主让他来当审查员吗？如果是他，那么拉塞尔的机会就很渺茫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人在空中快速移动，径直朝学院的方向飞去。就在这时，审查员也察觉到有人在靠近，当他回头看去，发现竟然是一个学生。果然连续使用瞬间移动会消耗很大的法力，不过还好我赶上了选拔。就在这时，我也察觉到有人在注视我，当我看去竟然是他，朱砂乌尔森。随后他扭头就走，而此刻他却是异常的兴奋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家伙。
在此之前，我与塔主他们告别，没想到一转眼就过去了1个月。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，还有管事阿姨，我一定会再次回来的。我想到那时我就是这房子的主人了，所以请管理好这个地方。虽然和大家非常不舍，但是我很期待下次见面。达利亚也为我准备好了马车，我则表示感谢，随即表示离选拔赛的时间很近，所以我想跑着会比较快一点。就在这时，塔主说到帮他一个小忙，随后拿出一件信封，让我转交给休伯特教授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到老师。那么祝你一切顺利。画面一转，我出现在老师的办公室内，看到我他也松了一口气。接过信件之后，老师神情有些紧张起来，并表示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，因为他有急事要处理。我则表示老师先处理紧急的事情，现在我只能提醒你一些注意事项，不要小看沃尔森，你需要做到最好，而不仅仅是尽你最大的努力。我相信你可以应对。经过了1个月的特训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1轮考试现场。笔试对我来说并不难，因为我回归之前好几次都不及格。如果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，那就是塔主给的信件。在这之后，休伯特教授的任务将变得更加频繁，几乎到了他无法在学院授课的地步。而就在他休假的时间，传来他离世的消息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可能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，也许只有火焰塔的高层知道，所以在此之前我需要加入火焰塔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笔试成绩已经公布，其他同学也是不可置信。拉塞尔既然获得了第1名，剩下的就是第2考核。通过了面试，我将成为正式的候选人。我记得在回归之前，审查员不是乌尔森，看来是我改变了历史运动的轨迹。也许我加入火焰塔，可以改变休伯特的命运。在此之前，我需要在这里得到他们的承认。面试的问题比笔试的问题容易，正因如此，很多学生都会放松警惕。殊不知这些都是审查员设下的陷阱，因为在第2阶段测试中还有另一个考试，那就是经受审查员的威压。以前我在这里撑不住一个呼吸的时间，因为我无法调动法力的体质问题，但这一次将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，其他审查员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因为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释放了威压。可沃尔森可不这么认为。就在这时，他释放出一股极强的威压，一瞬间我感觉身上有上千斤的压力。其他考官见此也感觉非常恐惧，但他觉得还远远不够。这个疯子出手了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候选人可能会死，因为这让他们都感觉要无法呼吸。当他看向我时，却是不敢相信。只见我此刻神情淡定地站着，真是令人惊讶。即使是新任命的教授也感到十分痛苦。看来这一届出现了一个不错的人选。乌尔森也没想到一个学生竟然能扛得住他的威压，这让他非常兴奋。那么接下来你该如何承受？一瞬间威压增强了数倍，而我还在咬牙坚持，他还在不断增强。随后其他审查员打断了他的测试，因为他们可不想损失难得的人才。乌尔森对此表示很无趣，因为他还没认真起来。此刻我的双手已经在不断颤抖，他究竟有多强？学院的3个教授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另一名审查员示意我做得很好，现在可以到外面等通知了。出到外面，我直接瘫在了椅子上，因为我差一点就要晕过去。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我想应该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吧。